廖主任，我就是特意过来跟您聊案子的。和我？我没有时间。那您什么时候会有时间呢？等罗宾什么时候有时间了，再和我来约。罗宾律师就是特意让我先过来跟您沟通一下的。那你去和罗宾说，我不会和你谈，我只会和他谈。对不起，廖主任，我恐怕不会把您的这句话传达给罗宾律师的。随便你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看来就只能直接去和陆军的哥哥陆离聊了。我会告诉他，因为您这儿不配合我们，所以他不得不走法律程序。哦，我还会告诉他，西产案的法律程序可不是1天2天就能解决的，需要1年2年，有的甚至是好多年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他现在应该正急于用钱才对吧？和麦飞去聊啊。廖主任，我今天是刻意过来跟您聊的。这很公平。我们去会议室吧，这边请。我了解罗宾，他是我师哥，我们在学校一起做过模拟并购案。行了，我想听听你师哥的律师意见。王伟总不仅是我的客户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很明确地说，他想要的就是合并，而他当初所被你打动的，也是合并后的一个愿景。对。当然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，也并不全是林静薇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律师，想为你争取更大的利益。是的，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律师的责任。但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权益是共赢，而不是说让一家公司名誉扫地，另一家公司想套现走人。王总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是朋友。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要的不是让步。你是有法律义务把我的方案拿给你的委托人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合伙人接的案子交给一个助理来办，你们家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？恕我直言，廖主任，你们这么做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专业。把罗宾叫来吧，啊，派一个助理过来跟我沟通，不敬业。怎么了？你好像被人投诉了。投诉？投诉我什么？客户说你把他的底牌让对方知道了。是，我是让对方知道了我们的底牌，可与此同时，我也知道的他们的底牌啊。黛西，陆军是我们律所的客户，陆军到我们律所来投诉，说罗宾把自己的案子交给了一个助理，而这个助理是对方的卧底。他跟我们说，开始这个助理还要帮助他重新起诉，可是后来一直在致力于与他哥哥的和解，并且把和解的底线交给了对方。何老师，您这是在侮辱我！你在侮辱我们大家！我给你提个醒啊，你当时是跟谁一起去见的陆军的姐姐？我是自己去的，只不过是在离开的时候，我刚巧碰到了对方的律师，他的姓名麦飞。后来你就上了他的车。没错，因为我要回律所，而他刚好也要回律所，而我们2家律所又正好在一幢楼里。何塞老师，您和廖主任也刚巧同时出现过，而且您还把客户给了廖主任。律师之间是朋友关系，互相介绍案子，这很正常。不像有的人偷偷摸摸的谈恋爱，与自己的恋爱对象代理同一起案子的双方，而且不告诉对方的当事人，这是不是就值得怀疑了？何塞老师，
我和麦飞已经分手了。你承认了？哪条法律规定了2个律所的律师谈恋爱就一定要公开恋爱关系的？虽然说没有这样的法规啊，但是这是最起码的职业伦理。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一共7章49条，请问哪一条规定了律师不能和其他律所的律师谈恋爱，或者有了恋爱关系就一定要公开的？是客户投诉，黛西是我的助理，由我处理。不，律所所有的助理、实习生都由我管理。我的除外。我真的没想到陆军竟然会投诉我，你为什么没想到？你应该想到，我可是他这边的呀！所以他才投诉你。啊，他跟你说他可以给他哥哥补一些钱，但只要他哥哥不要卖掉房子，这是他的底线。而你不应该把底线告诉对方律师，哪怕对方律师是你的前男友。我就是想快点把这个和解协议给签下来。那你知道他哥哥为什么要急于卖掉房子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看看他到底有多急。进来吧。我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找我的？对，但这个事儿也得让罗律知道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的当事人陆离和我说了一下他现在的态度，他并不着急卖房，也不着急用钱。你们想谈就谈，想打就打，反正别想趁火打劫，逼着他谈和解。我能和我前女友出去吃个饭吗？不能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出去吃饭，我不想再让我的客户投诉我了。去吧，他不只是你的前男友，也是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。这个案子还是我们廖主任负责。我要去留学了，听到没有？重点是要去留学了。用餐愉快。你找我有事儿？特别重要的事儿。哎，林大姐。哎，林大姐，有个事儿啊，刚才你的那个客户的姐姐打电话来找你，总机接错了，给接到我这儿来了啊。她说啊，有遗嘱在妹妹那儿，房子是她弟弟的。哎，那她妹妹为什么一直都不拿出来呀？说是她妈妈走得比较突然，办完后事之后，妹妹就带着孩子出国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当时其实也没有人提这个遗产的事情，因为老人没有什么遗产，就这么一个房子，大家默认这个就是给弟弟的。后来今天姐姐给妹妹打了一个电话，妹妹就说：“你怎么不早问我？咱妈有遗嘱在我这儿。”刚才他们还给我发了遗嘱的照片。那你能不能把这照片发给我看看呀？你们先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原件就送过来了。罗宾老师他知道这事儿了没有？我想等原件送过来再跟罗宾说，你也先别跟别人说，也别跟你们客户说。为什么呀？他姐姐挺犹豫的，跟我聊了半天，说啊，其实他们两个姐姐希望这个房子最后还是能让他弟弟住，然后给哥哥一笔钱，双方可以和解。如果弟弟现在就知道有遗嘱往死里头搞，那他们兄弟俩不就真成仇人了？所以啊，咱们也先别多事儿，等他姐姐把遗嘱原件拿过来，听听他的想法，再说。行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快去吃饭吧。谢谢林大姐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。
不好意思啊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没关系。哎，如果你忙的话，咱们今天就别吃饭了。有什么事儿现在就说了吧。哎，还是吃吧。我有一朋友，他在国外，有很多业务在咱们这边，所以他平时总是两头跑。他需要一个助理，帮他去处理很多事情，要求懂英语，懂法律。所以你就推荐我了。喂，罗宾老师。刚才廖佳敏来电话说，他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签署和解协议。他说这次应该让双方都会比较满意。真的？你赶快回来吧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先走一趟了啊。其实，我不愿意让你这样。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丽娜，黛西和麦飞分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们俩还会和好的。这不是你我该关心的话题。他俩其实并不合适，不合适还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你懂感情吗？我不懂。林静薇，我知道，他要结婚了。他其实爱的人是你。你这样说不好，缺乏事实依据。他来找过我，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，是不是单身，住在哪儿，是不是一个人住。你就和盘托出。我跟他说了，你们两个不合适。他不信。他跟我说，合适在一起不叫感情，不合适在一起才叫感情。不过是你让他明白了，女人还是要找合适自己的人。你们怎么突然就想要签了？我们廖主任也做了很多工作，既然陆军愿意给补偿，那就和解呗，毕竟他们还是兄弟啊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最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你们要没麻烦，我们就没工作了。罗律师都跟我说了，我实在不应该怀疑你，抱歉。谢谢您吧，廖主任。谢谢麦律师。我们应该的。谢谢。那我送您出去。哎，走。看来您和您的当事人还不知道他的二姐已经找到遗嘱了吧？麦飞，你曾经是我的助理，你很聪明，脑子也很好用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你留在全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喜欢自作聪明，这样不好。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根本不存在什么遗嘱。希望这个事情能够给你多点教训。这样最好，兄弟之间嘛，哥，你要是需要钱，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咱兄弟不存在。我这其实没什么，这不是你大侄子吗？他非要创业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哎，不过他跟我说了啊，你这个钱算投资。哎，你是他股东。哎，咱们怎么说都成，哥。哎，行。这边。哎。你们太卑鄙了！说什么呢？你跟罗宾算计我，
你们根本没有遗嘱。是你耍了麦飞，是他自作聪明，是你误导他，你让他误以为有遗嘱。我并没有说谁有遗嘱，我说了是他自作聪明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，并不厌诈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麦飞他无法从心底里真正的去尊重你。我不需要他的尊重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尊重。你竟然敢冲进我的办公室质问我，我不需要你教我，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：第一，胜利就是胜利，胜利好过失败；第二，如果他妈妈有遗嘱，那也一定是希望他们兄弟和解，相互帮衬；第三，即使是好人，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，有的时候也必须使用一些手段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律师，请你记住这3点，牢牢记住。出去，出去！什么事儿？我被骗了，主任，对不起。你被骗了，为什么要和我说对不起？他们没有遗嘱，他们误导了我。然后呢？基于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，采取欺诈手段签署的协议。那我并没有跟陆离说有遗嘱，所以不存在着重大误解、乘人之危以及欺诈手段。那您知道是罗宾他们在故弄玄虚了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告诉客户有遗嘱，最后没有，客户会跟我没完没了；如果我告诉客户没有遗嘱，是对方虚张声势，万一真的有，客户还是会和我没完没了。无论有还是没有，我都会很被动。所以罗宾他们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我只是把你前女友的和解方案给了陆离，告诉陆离，如果他立刻接受，马上就能拿到钱；如果不接受，胜负难料。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没有任何责任。我学到了，主任。你和黛西真的分手了？嗯。你走了之后，黛西和罗宾吵了起来了。啊？因为他认为罗宾骗了你，非常不光彩。我可以接受你被人骗，被客户投诉，但我不能接受你欺骗我，耍小聪明。我没有，主任，我们真的分手了，真的。重点不是分手不分手，重点是要诚实。我记住了。